上期说到，自称来自未来的唐三藏，究竟是救国英雄，还是惊天骗局？749局全员押上性命追查，却发现国安总参高层竟藏着叛徒名单。林红旗冒死拆开的绝密信件，藏着改写国运的致命预言。而那张拍下10年后的科学家照片，让整个高层陷入疯狂。欲知真相如何，接下来请继续聆听。历史上，国安和总参之中的确曾经出现过好几次重大的叛逃事件，因此对于此类事件，国安和总参2部2个部门都是深恶痛绝，引以为戒。可是这次唐三藏提供的名单里竟然又出现了叛逃者，这自然让国安和总参的高层暴跳如雷，认为这是外敌故意扰乱军心的手段。高亮抽了一口烟，不屑地说，他们这是把个人感情放到工作里了，这样的借口首长也会信？关键是有几位首长信呢？1号首长这边压力本来就大，这次海啸的预言又出了错，首长也只能从善如流啊。林红旗感叹了一声，又说道，那份名单我看过，里面有一个人连我都认识。说心里话，我也希望唐三藏的预言是捏造的，那份名单是假的。听了他的话，林千怡插嘴道，但如果真的是捏造的话，为什么唐三藏要捏在海啸这么一个容易被戳穿的假消息？对了，说起来，他的预言不是都与我们国家有关吗？为什么他要特别提到这次海啸呢？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了。不等林红旗回答，三胖已经说道，照唐三藏在信里写的，这次海啸之后呢，国家为东南亚那些国家捐了不少钱，但后来呢，那些国家仅在10几年后处处和我们作对，大把钱都为了白眼狼啊，他觉得太不值得了。感情这唐三藏也是一个愤青啊。高亮笑骂道。话说到这儿，关于1组和2组撤走的事情也打听得差不多了，至于我们3组人马不动的原因也很清楚。很明显，王军他是站在坚信唐三藏这一边的。于是高亮也不再耽误林红旗的工作，早早宣布了散场。而之后的一整个白天，我们也都无所事事的在自己的宿舍里看着资料。看起来因为这次预言的失败以及1组2组的退出，看起来整个调查工作暂时是要停摆一阵子了。至于我自己，在当天晚上却失眠了，在床上滚了1个多小时，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会胡思乱想，想今天发生的事情，想明天后续的工作。不过我想的更多的却是这个唐三藏到底是真的拥有预知能力，还是只是一个骗子。我们国家的保密措施虽然不能说是完美无缺，可也不可能出现如此大的纰漏，会让外人得到最近10几年来所有的重大军事项目的负责人名单。就算真的被国外的间谍组织得到了，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人事先察觉到。因此比起这些情报被间谍找到了，我更偏向于唐三藏真的是如他在信里所说，因为看到了未来公开的情报，才知道了这些科学家的名单。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他在第2封信上的第1个预言就完全和事实不符呢？会是他写错了日期，还是信件被人改动过？想来想去，我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解释这次失败的预言。我左右想不出答案，也睡不着，便起了床，穿上衣服，想要去找三胖聊一聊。这家伙这次幸运地被选进了核心小组里，亲眼见识过唐三藏的2封信件，或许他能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想法也说不定啊。三胖的宿舍在小区的另外一边，并不和我们这些外围组员住在一起。我找上门的时候，他也没有睡。看到他房间里亮起的灯光，我原本以为三胖或许正在忙于工作，犹豫着该不该打扰他。可谁想到，当我敲开他的房门时，却看到这小子竟然什么正事也没干，反而是正抱着一台电脑上网。看到我进来了，三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直接问我找他干嘛。我便告诉他自己睡不着，想要找他聊聊关于唐三藏的事情。让我郁闷的是，也不知三胖是真没听见还是装作没听见我说的话，
在我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笑眯眯地看着电脑屏幕，不时发出几声轻笑声。我好奇地说：“你小子在看什么那么起劲啊？”“小说呀。”我瞪大了眼睛，“电脑也能看小说吗？”“你这话可别在外人面前说啊，不然我一定装作不认识你啊。”三胖总算对我有了明显的反应，他抬头推了一下自己的眼睛。“这是网络小说了，最近才流行起来的。原本我并不是很喜欢看，但最近呢，有一个作者写的新书还特别有意思。这几天呢，我都是靠着他的书才打发了时间，不然非得闷死我不可呀。”听了三胖的讲解，我出于好奇扫了一眼屏幕。但是我过去就不喜欢看书，现在看到屏幕上如同蚂蚁一样密密麻麻的文字，顿时觉得有些头晕眼花。我问三胖能不能停一下，他却反问我有什么事。感情我刚才说的他都没听进去啊。我只好又说：“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就是关于唐三藏的事情。”“那不行啊！”三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白天呢，那是有高科在，有什么事情啊，他可以担待。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最好还是不要多聊的好啊，免得我一不小心泄露了机密。”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也是，只能放弃了原本的打算。离开三胖的宿舍，我心里的波澜还是没有平静。反正这会儿闲着也没事，于是便来到宿舍附近的河边小路上散步。昏黄的路灯灯光下，点点雪花飘落了下来。在我的正前方，忽然看到了一个人影，看到那个人影正蹲在河边看着河水。我本想转身离开，没想到自己的脚步已经惊动了他。那人向我这边看了过来，却是林千怡。看到他朝我招了招手，我也不好意思就此走开，就走了过去。林千怡笑着问我：“四九，这么晚了还有兴致散步啊？”“睡不着啊。”我走到他边上，学着他的样子蹲在河边看着河水。一道微风从河面吹过，带起了河面的凉意，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我说：“林姐，这么冷的天还是回宿舍比较好啊。我在想事情，想让自己冷静一下。”我看着林千怡的侧脸，在月下美丽的大眼睛似乎有些湿润，似乎好像才哭过一场的样子。见状，我忙问：“林姐，你刚才难道哭了啊？”林千怡不好意思地擦了擦眼睛，解释道：“我没哭，刚才只不过是打了个哈欠。”看到林千怡明显撒谎的样子，情不自禁的我忽然想到了白天在会议室高亮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脱口问道：“林姐，你是不是有个叫千然的妹妹？”听到我的话，林千怡顿时转过了头盯着我，眼睛一眨不眨，眼神中似乎还有些怒意。我不禁有些后悔，在心里暗骂自己：该死，你这个笨蛋，怎么能这么随便就问这件事情呢？在香港的时候，我曾经就从张默口中得知，原来林千怡还有一个妹妹的消息。只不过呢，关于她妹妹的事情，林千怡自己却从未和我提起过。我想这其中肯定有她不愿告诉我的理由，说不定她今天在会议室里情绪失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既然如此，我现在为什么要去主动追问她这件事情呢？这不是主动去揭她的伤疤吗？正当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瞎紧张的时候，林千怡忽然笑了。笑过之后，林千怡对我说：“对不起啊，四九，这件事情我其实应该早点告诉你的，毕竟她也算是你的半个妹妹呀。”“真的？老爹竟然还有第二个女儿啊！”我吃了一惊，随即又想到一件事，便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难道她已经……”林千怡有些失笑道：“没有，你可别乱想啊，千然她还活得好好的。”“千然吗？”我在嘴里念叨着这个未曾谋面的妹妹的名字。既然她没事，那为什么林姐你从来不和我提起她呢？她人在哪里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告诉你也没有关系，只是千然的事情，我不希望太多人知道。四九，你自己听在心里就好了。”我忙点了点头，心里却想的是，似乎林千然的事情局里知道的人还不少，比如说张默，比如说高亮，甚至连三胖都可能知道。既然如此，林千怡为什么还很不情愿告诉我呢？难道是我在他心里的位置其实连三胖都比不上吗？一想到这儿，我的情绪就有些低落。不过
当我听完了林千然的事情之后，我才发现自己是错怪了林千怡了。林千怡的确有一个妹妹，名叫林千然，比她小5岁，差不多和我一个年纪，而且和她姐姐一样，林千然同样是一位能力者。在我进入749局之前，林千怡就曾经和我说过，在749局改组之前，一直都对于能力者抱有强烈的戒心，担心能力者的存在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因此只要发现了能力者，基本上都会采取看押监禁的手段。就算是身为局里内部人员子女的林千怡和林千然两姐妹，也没法逃过这种遭遇。她们两人从小就被人当作了收容物，和那些在神秘事件中回收的物体一同被看押在了一处秘密基地里。那座基地就是现在保管处总部的前身。被关押在秘密基地中的两姐妹失去了和正常儿童一样生活的机会。不但如此，她们每天还必须接受各式各样的能力试验、身体检测。林千怡的拒绝和陌生人身体接触的习惯也是在那时候养成的。再后来，由于我的老爹，也就是林千怡的父亲林爱国的不断抗争，局里对于她们两姐妹的看管终于松懈了下来，至少她们两个已经能走出特殊的监禁房间，拥有了有限的自由，只是仍然无法离开基地半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林爱国失踪之后。在林爱国失踪没多久，749局因为时局动荡，不得不进行改组。改组之后，林爱国过去的许多同僚都成为了新成立的各部门的高层人物。在他们的帮助下，林千怡终于获得了解放的机会。在判断林千怡对外界没有危险，并且他本人同意加入调查处，成为一名749局的工作人员之后，局里放开了对他的管制，终于让林千怡重获自由。但让幸运的姐姐感到愧疚的是，林千然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和姐姐相比，林千然的能力更加特殊与危险，就算是王军他们也对其能力有所顾忌。虽然没有对其继续采取监禁措施，但也依旧不同意让林千然离开基地的管束。不但如此，他们还把林千然当作了机密情报，要求林千怡对自己妹妹的存在进行严格的保密。最后林千怡告诉我说，就因为上面的命令，他才一直没有将林千然的事情告诉我。听完林千怡低沉的讲述，我总算将过去的一些疑团解开了。林千怡那一次外出休假，原来就是去看望她的妹妹。而林千怡今天白天在听到要把唐三藏保护起来时，会有那么大反应，到了晚上又会一个人独自在河边伤神，也是因为国家对待唐三藏的态度，让他想到了失去自由的妹妹。除此以外，他对张默一直那样冷淡的态度也有了解释。同样是能力者，张默自小便拥有自由，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选择他想要的生活。而林千怡和林千然两姐妹却因为能力的原因而被剥夺了自由之身。这种境遇上的差距，林千怡不对张默嫉恨已经算好的了，要想接受他，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对不起啊，林姐，我让你违反规定了。看到我低头认错，林千怡不由笑了。傻瓜，错的是我才对呀，千然也是你的妹妹，我是不应该一直对你隐瞒她的事情的。林千怡抬起头看了看天色，对我说，和你聊了一会儿，我已经好多了，走吧，已经太晚了，该回去休息了。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和他一前一后的返回了宿舍。正要进楼，却正好撞上了王军和高亮。看到我和林千怡大半夜肩并肩的走回宿舍，他们两个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玩味的神情。我脸色一红，连忙和他们两个解释林千怡和我是刚好遇上。高亮摆了摆手，笑道，不用解释了，不过以后呢，要出去散步，最好和值班警卫说一声啊，大半夜的在这里独自行动，小心别人以为你们是间谍，知道吗？是。我和林千怡应了一声，便慌忙向宿舍里走去。刚经过他们俩身边的时候，却听见王军忽然叫住了我们，等一等，你们俩也去我办公室一趟吧。
我正好有事情要征询你们的意见。他又看向高亮，对后者说：老高，你觉得怎么样啊？高亮点点头，同意道：行啊，就我们2个人的判断不一定准确啊，多2个人一起参谋，猜对的概率更高一些。就这样，我和林千怡2人稀里糊涂的被他们带去了王军的办公室。进去之后，一块挂在墙壁上的白板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早上来这里的时候，我们明明还没有看到这块白板。白板上面写着一长串日期，每个日期后面都写着类似001、002这样的编号，在每个编号的后头则是一个圈，或是一个三角，亦或是一个大叉，完全看不出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在这时候，王军指着白板说：这么晚找你们3个，其实就是想让你们看看这上面写的内容，关于唐三藏的预言。我怀疑自己找到了一个线索，需要你们帮我判断一下。经过王军的解释，我才知道了他这么晚找我们过来的原因。原来1组2组的人马散去之后，王军不甘心让寻佛行动就此停摆，就连夜想自己找出这次唐三藏预言错误的原因。他利用自己的权限重新审视了一遍唐三藏寄来的2封信上的内容，并且将其列在这块白板上，试图想要找到一丝线索，而结果还真被他发现了什么。只不过王军对自己的猜测并不自信，便想要找高亮来一块参谋参谋，又正好遇到了我和林千怡2个人，便索性把我们也一起叫上了。眼下这块白板上面的内容就是王军根据唐三藏的信件而列出的。为了保证不会泄密，他将唐三藏在信件上所写的所有预言，以及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是真实的而列出来的证据，依照在信件上的先后顺序，从001开始做了编号。在我们来之前，王军已经对每个编号相应的内容都检查了一遍，正确的情报便在编号后头画了个圈，错误的情报便是大叉，而无法判断的情报就画上了一个三角。我粗略扫了一下白板上的内容，找到了一个熟悉的日期，2004年12月26日。在这一天对应的情报编号是049，而编号后头则画上了一个醒目的大叉。我指着这一行内容回头问道：王处长，编号049对应的就是今天的印度洋海啸的预言吗？王军说：没错，一直到我来找你们之前，南边始终没有地震的消息，所以我在这上面打了一个叉。049之后的那些预言，因为还没法判断真伪，我便画了一个三角。我正准备继续观察，旁边的林千怡忽然举了下手，示意自己有话想说。王军点了点头。王处长，我记得曾经听说过唐三藏在第1封信里的内容已经全部被证明是正确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从044和045两个情报后面你会画了2个三角呢？高亮也插嘴问道。对啊，老王，你这里是不是……我没有画错。王军打断他的话，编号044和045两条情报的内容是关于2名技术专家的情报，这2位专家分别是我国在某个领域技术上的带头人呢，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唐三藏在信里不但列出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并且还明确指出了他们2个人曾经为我国做过哪些绝密研究。只不过王军顿了一下，目光扫视了我们一圈。只不过在这2个人的情报中，唐三藏不知为什么把他们2个的死亡日期写错了。死亡日期？我举手问道。王处长，能把044和045号情报的具体情况说一下吗？王军摇了下头。那2个专家虽然已经逝世了，但是相关的项目还没有解禁，因此呢，我不能告诉你们他们的名字。不过这2个人的死亡时间我倒是可以说一下，一位是在3年前的圣诞节过世的，另一位则是在1年前的中秋。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从一份红色的绝密文件袋中抽出了一张纸，在上面扫了一眼，
随后说，关于这2个人过世的时间，唐三藏都写错了。其中一个人的过世时间他写成了今年的中秋，另外一位则写成了01年的9月11日，比现实时间提早了3个月。说完这些，王军便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纸放回了袋子，封好了口子，打上封印，然后又把文件袋放进了自己的公文桌旁的保险柜里锁好。与此同时，高亮拿出一支白板笔，在044和045号情报的后头加上了王军刚才提到的日期，写错了2个人的死亡时间，这是怎么回事呢？高亮疑惑地说，在第1封信件里，唐三藏为了取信于我们，列出了若干声称将会在未来公开，但现阶段却还被国家严格保密的绝密情报，以此来作为证实自己能看到未来的证据。既然如此，在作为用来证明自己能力真伪的关键证据里，为何唐三藏会在这2位专家的死亡日期上犯下了错误？虽然写错2个人的死亡时间和唐三藏之前透露出的一系列证据相比，实在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可这个唐三藏难道就不知道他在信上所写的每一个字都会被我们作为用来确认他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的证据啊？这么重要的内容如果都写错了，他难道就不怕我们因此怀疑他所说的话吗？慢慢的，会议室里开始发出各种怪异的声音，高亮不断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林千怡则紧盯着白板，嘴里念念有词，连同我在内，3个人都是各种怪异的表情，对唐三藏写错了日期的理由实在是不能理解。王军坐在办公桌前，一边用手指头敲桌子，一边玩味地看着我们，或许是觉得这样让我们想下去也是浪费时间。他站起身，拿着白板笔走到了白板面前，对着白板敲了几下。都别费神了，仔细听我说。等到我们都回过神来，王军才继续说，我先把目前能告诉你们的情况汇总一下，再说说我自己的判断。如果你们有什么别的想法，等我说完之后也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讨论，集思广益嘛。一手拿着白板笔，王军如同以前学校里的老师一样，一边板书一边对我们说道，我们这次讨论的目的就是要给唐三藏为什么会在今天的预言中出错找到一个解释，而要找到预言出错的原因，就不能不提到唐三藏的能力。依照他自己在第1封信里的说法，唐三藏因为某种原因才知道了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知道了这个世界的未来，对不对，高亮？高亮说，老王，那信我又没看过，我还是从你嘴里才知道唐三藏的能力呢。我又没问你这个。王军被高亮的回答噎得几乎都要咆哮了，挥舞着白板笔道，我就问你，我刚才说的对不对？对，没错。王军这才继续道，就是因为唐三藏在信里这么说，我们才怀疑他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但是接下来唐三藏在信件里附上的那张未来的科学家照片又否定了我们的这个猜测。这世界上或许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者，但这种预知能力不可能连照片都变出来。因此接下来我们又怀疑唐三藏是一个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林千怡打断了他的话，王处长，唐三藏究竟是能够预知未来，还是做了一次时间旅行？这和他这次预言内容错误有什么关系呢？就算他真的是未来人，也无法解释他在这次的预言以及2位专家的死亡日期上的错误啊。不要紧，接下来就是重点。王军摇了摇白板笔，继续说道，在说明之前，我想先问问你们，有谁听说过祖母悖论？祖母悖论？我对从王军嘴里冒出来的名词一无所知，转头看向高亮和林千怡，他们倒是露出了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看起来好像听说过的样子。
看他俩沉思的样子，似乎暂时没有心思告诉我这个祖母悖论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只能向王军问道：王处长，你能解释下祖母悖论吗？王军替我解释道：祖母悖论是以前的科学家在研究时空旅行的可行性时提出的一个假设。他们提出，如果一个人真的能穿越时空返回过去，并且在其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就杀死了自己的外祖母，那么这个时间旅行者本人还会不会存在呢？从常理上看，这个问题很明显，如果没有他的外祖母，就没有他的母亲；如果没有他的母亲，也就没有他；如果没有他，他就不可能返回过去，并且在其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就杀死了自己的外祖母。我有些头昏道：王处长，什么祖母不祖母的呀？你是在说绕口令吗？王军白了我一眼，他大概也知道我没上过大学，也不强求我什么都懂，继续说：因为有祖母悖论的存在，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科学界都认为时空旅行是不可能的。后来为了解决这个理论问题，有人便提出了另一种说法，那就是所谓的时空旅行其实是穿越到了平行世界。在这个理论中，世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许多平行的世界存在。这些世界可能和我们的现实世界一模一样，也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时候，祖母悖论就有了解释。一个人如果回到过去杀死自己的外祖母，那他其实并不会消失，因为在他杀死自己外祖母时，一个没有他存在的平行世界就诞生了。说到这里，王军的神色开始有些激动起来。如果我们依照这个理论来看的话，那么唐三藏的预言出现错误，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因为唐三藏给我们的预言记录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未来。大家都对王军大胆而荒诞的推测给惊呆了。高亮提醒道：老王啊，我们现在可不是在演什么科幻电影，你的判断必须有依据，否则的话其他人是不会相信的。王军一挥手道：我这样讲自然有我的道理，你们过来看看我列出的这些情报。我现在是依照唐三藏提到的这些情报的顺序排序的，但如果我按照这些情报涉及到的相关时间进行排序的话，你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一边说着，王军在白板上快速写了起来。我在一旁看着白板上重新排列起来的情报编号，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将唐三藏列出的全部情报按照时间进行排序的话，那么编号024、032以及049这三个情报其实应该是连续的，而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问道：王处长，你之前说自己找到了一个规律，难道就是指这个？我指着编号024的情报说道：唐三藏在911事件之后所给出的证据和预言全部都与现实有偏差。王军看到我们终于道破了他之前发现的规律，兴奋地提高声量道：是的，是的，我发现的就是这个。唐三藏所说的所有情报都以911事件为节点，在此之前的情报全都完全正确，但是在911事件之后，连续3个情报都出现了问题，这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巧合。的确，照王军这么一说，唐三藏对今天海啸的预言，以及在之前2位专家的死亡日期上出现的错误，就都有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唐三藏并没有在这些事情上写错什么，也不是他的预言失灵了，而是因为他知道的未来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未来，而是一个从来没有人穿越时间回到过去的平行世界的未来。或许是因为这个猜测太过不可思议，所以王军即使想到了这一茬，也没有什么自信。不过现在看到我们3个人都对他的猜测表示了赞同，
王军的自信心也重新回来了。既然大家都这么觉得，那我这就去找首长。无论如何，我都要说服他，让我们继续进行调查。如果唐三藏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就算他知道的未来已经和我们的未来不一样了，也必须把他找到。等一等。就在这时候，高亮忽然站了出来，给王军提了个醒。老王啊，请恕我直言呐，虽然你刚才的判断在逻辑上的确有说得通的地方，但是就凭借着这么一个推测去找首长，你不觉得太急躁了吗？这个推测或许能够说服首长，但是国安和总参那边却不一定会信你的话呀。到时候恐怕你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人手来找寻唐三藏的下落。既然如此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趁现在这个机会想一想怎么找到唐三藏的下落。你说的有道理。王军重新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前，然后继续说，但是当初一组二组还在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找到唐三藏的下落，现在只靠我们三组自己的人手，能有机会发现新的线索吗？老王，其实我有一个想法。高亮从王军的手里拿过了白板笔，一边在白板上开始书写，一边对我们说，现在我们不如先不要管唐三藏的真实身份，而不妨先做一下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是唐三藏的话，那我们会做些什么事情呢？我愣了一下，忍不住问道，高科长，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假设自己拥有了预知能力，还是假设我们找到了时间机器？怎么样都行了。总而言之啊，就想象一下，如果你们知道了未来，自己会做些什么？高亮不耐烦地说道，就从我先开始好了。如果我能知道未来的事情，我一定会去买彩票、买股票、买房子，反正是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条件的。王军神色古怪地说，高胖子，你是对现在的待遇不满吗？有这种能力，我们难道不应该去帮助祖国挽回一下历史上的损失和错误吗？我就打个比方而已了。再说了，你这种想法太想当然了，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如此大公无私，还是我的想法更符合现实。高亮笑着打了个哈哈，做了下解释，随即便指向我问道，四九安，轮到你了。我想了想回道，如果我能知道未来的话，那么大概也会有和高科长一样的想法吧。我觉得这毕竟是人之常情啊。当然，在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之后呢，我有可能也会和唐三藏一样，想办法把知道的情况告诉国家。林千怡也说道，我的想法和四九一样。听了我们的回答，高亮随即点点头，转而对王军问道，老王啊，你看出什么了吗？王军的手指轻轻在桌子上点了几下。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从最近一段时间发大财的人里找到唐三藏？没错，从我们三个人的反应上，你就应该可以看出来，一个普通人如果拥有了唐三藏的际遇，那使用这个际遇来为自己谋取一些利益，几乎是已经必然的。唐三藏虽然比普通人强了一点，愿意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国家，但从他没有直接找到我们，而是通过寄信的方式来联系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唐三藏还是有自己的私心的。既然有私心，那他就一定会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最起码也会去发一笔小财。而运用未来的知识赚钱的方法有哪些？我想了下，不外乎股票、彩票、赌彩这些东西。我想你们之前肯定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寻找过他的线索了。王军沉吟了一会儿，有道理啊，但万一唐三藏本来就是一个富家子弟呢？又或者他对自己的现状已经很满意了怎么办呢？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比起像你们之前那样漫无目的的调查，顺着我的思路去搜索，成功的概率可以更高一点，不是吗？你说的对啊，只是照你的想法，我们的工作量根本就是天文数字，以现在的人手进行调查，恐怕会耗费许多时间吧。关于这件事，
我倒是有一个点子，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么只动用我们局里的人手进行调查，也应该足够了。紧接着，高亮便说出了自己的主意。听了他的话，王军有些疑惑地说：“这种事情能做到吗？有三胖那个家伙在，只要你能再给我们调用一台超级计算机，应该没有问题。”王军想了半天，最后憋出了一句话：“执行吧，我会命令三组所有成员配合你。超级计算机那里，我也会替你争取的。”高亮的说法说穿了很简单，便是使用电脑技术构建出一个数据分析系统，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把近1年来与金钱有关的数据输入进行交叉对比之后，找出在这1年中在经济收入上出现了明显增长的可疑人物。这个办法需要涉及到相当庞大的数据，如果换成了别的部门，可能一时半会儿根本无法实行。但是我们749局原本就有这方面的先例，为了找到与神秘事件有关的可疑情报，三胖曾经就搭建过一个类似的数据系统，现在只不过是让他根据新的需要重新复制一个类似的系统罢了，根本就用不了多少时间。因此在王军将高亮的方案上报之后，上级很快就予以了肯定的回复，并且特许我们调用还处于研发状态，甚至还未最终完成的银河5型超级计算机进行数据分析。上级领导的支持让王军感到了压力无比巨大。得到了消息之后的当天，他就带着三胖离开了基地，进驻了银河5型的研发基地，开始搭建数据模型。当时的情况用三胖后来的回忆来描述，王军几乎使出了所有手段，只差没有拿着皮鞭来催促他了。不过在王军的监督下，已经累成了狗的三胖终于在进驻研发中心之后的第3天完成了数据系统的初步搭建工作，而剩下的活就是按照我们的设想输入数据了。在三胖忙于构建数据系统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闲下来，为了在数据系统搭建完成之后立刻就开始进行分析，这几天我也陪着高亮几乎走遍了京城的几大部门，要求他们提供各种经济数据，从全国1、2线城市的房产、商业地产数据，到股票和证券的账户交易记录，再到什么国内新兴科技行业和黑马企业的原始投资人名字和资金来源，甚至连彩票和足彩的中奖人名单都陆续在1周之内被送到了三胖那里。这里面有不少数据因为还没有电子化、联网化，只能够提供纸质数据，因此还需要三胖进行数据录入工作。而当三胖看到我们用大卡车运来的满满一车文件时，他几乎要哭成了泪人。要不是王军体谅他，又从情报处那儿拉了一批人手，进驻研发中心给他打了下手，三胖搞不好就要成为749局里第一个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成员了。一眨眼，半个月过去了，数据系统的搭建终于完成了初步的准备工作，紧接着便是轮到我们这些调查处的人疲于奔命了。虽然三胖已经利用数据系统过滤了许多人物，但是仅仅是他第一批分析出来的可疑目标就多达数百人呢，而且这些对象还遍布全国各地。为了确认他们的身份，王军把整个调查处的人都派了出去，一个个验证名单上的目标是否就是我们在找的唐三藏。身为调查处的一员，我自然也不例外在之后的2周时间里，我去了大大小小7个城市，调查了整整20个可疑对象。这里面有因为股票一夜暴富者，也有因为今年爆炸式增长的房价而成为百万富翁的老百姓。但是在这些人物之中，始终没有符合唐三藏特征的目标出现。除了我们这边的工作之外，在这半个月里，王军也通过另外一个方式试图与唐三藏取得联系。在得到首长许可之后，王军利用当初建立的网站，直接在网页上对唐三藏隔空喊话，希望他能再次联系国家，解释下第2封信件的问题。不过王军的尝试最后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在给我们寄来了第2封信之后，唐三藏就仿佛彻底消失了。他不但没有再发来新的信件，就连我们给他专门架设的网站也没有一个人再登录过。这一天，我带着验证完毕的名单返回基地报告，同时准备领取新的查验名单。刚刚走进王军的办公室，还来不及和他打招呼，忽然一阵尖利刺耳的警报声响起，持续的在整个基地里回荡起来。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这个恐怕是国家目前保密程度最高的行动小组的办公场所里，竟然会拉响了警报。我还来不及反应，就听见王军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领导打电话，下属应回避。虽然还在奇怪基地为什么会拉响警报，但是为了避嫌，我本能地后退了一步，离开了办公室门口。但就在我刚刚走到走廊上的时候，王军的声音却忽然传到了我的耳中。我是王军，外面怎么了？怎么会拉响警报啊？什么？情报泄露了？情报泄露？王军的话让我打了一个激灵，额头上顿时冷汗直冒，不知是热的还是吓的。如今这个时候能被王军称作是情报的，恐怕只有唐三藏这件事情了。难道说刚才基地里拉响警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虽然还不知道确切的情况，但是我已经可以肯定，我们这个寻佛行动调查小队这一次一定是出了大事了。在那天基地里的警报拉响之后，我便被王军下令禁止离开基地半步。不只是我，之后陆续返回的调查处成员也受到了一样的待遇。从他们的口中，我还得知，眼下正在外地进行探查的调查员已经全部接到了即刻返回基地的命令。与此同时，我还察觉最近几天基地里的气氛也忽然间变得大不一样了。在外围负责警戒的巡防士兵都表现得比以往紧张了许多，几个哨位上都露出了乌黑的枪口，让基地里充满了肃杀的氛围。差不多3天之后，所有外出的调查员已经全部返回了基地。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几天前基地无端拉响警报的事情，但却都对警报拉响的原因以及我们被匆忙召回又被禁锢在基地里的理由毫无头绪。一时间谣言漫天，各种传闻在我们之间飞速传播了开来。有的说是我们的行动被上级否决了，调查小组马上就要解散，也有的人认为可能是有人在调查的过程中犯了过错，上级要我们立刻回来重新整训。甚至还有人怀疑是不是三胖那边出了事情，把正在研发中的银河5型超算给弄坏了。要不然为什么这次所有人都被要求返回基地待命，就连核心小组的另外6个人也都回来了，只有那小子不见踪影。在这些谣言之中，只有我自己依稀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就在拉响警报的那一天，我无意中从王军的房间里听他提起了情报泄露这4个字。因为担心事关重大，这件事情我一个人都没有提起过。不过就在高亮回来的那一天，我实在是憋不住心里的秘密，想找他谈论一下那天发生的情况，看看他是否能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我来到高亮的宿舍，正准备对他开口的时候，忽然间几天之前的警报竟然又一次响了起来。不过这一次的警报和几天之前的稍有不同，因为警报仅仅是在我们3组的宿舍里响了起来，而在外部基地的喇叭里则并没有。我们刚到调查小队报道的时候就已经被告诫过，基地里有2种情况会拉响警报，一种就是我前几天听到的全基地拉响警报，那意味着有重大事件发生，基地内的所有人都必须提高警惕，坚守岗位，如有反常可以立刻开枪。另一种则是现在这种仅仅是宿舍里拉响的警报声，这声音其实并不是警报，而是意味着要我们调查小队全体成员立即到大会议室紧急集合。
原本正准备听我诉说的高亮，在听到警报声后，立刻站了起来，也不再询问我的来意，便拍了我一把道：“四九，是紧急集合的信号，快去会议室。”高亮带着我走出宿舍。这时候其他调查处的人也都跑了出来，大家一起向上次海啸预言时开会的会议厅跑去。一群人涌入会议厅的时候，王军已经神情严肃地站在那里。见到他脸上的表情，大家也不敢找位子，都自觉地排成了好几个横排，立正站好，等待命令。四九，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刚在高亮身旁站好，林千怡也冲了进来。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次因为调查的地方在西南地区，是小组里最后一个返回的调查员，刚回基地就听到了这次的警报声。我还没来得及多做解释，便看到王军扫视了大家一眼，随后便喊道：“同志们！”我们立刻都收腹挺胸，聆听领导指示。因为紧急情况，我现在下令，所有人员的调查任务全部暂时取消。在得到新的命令前，全部3组成员在基地留守待命，无论何种理由，除非得到我的允许，都不能离开基地半步。如果私下里有你认识的人，在未得到我的许可令前，以某种借口要求你临时外出一趟，不要犹豫，立刻拔枪将其射杀。王军的这句话一下子让所有人都愣住了，现场的气氛寂静的有些诡异。但没过多久，庞大的议论声便轰然而起，有疑惑，有不解，有好奇，有惊讶，乱糟糟的场面让王军直皱眉头。他猛地咳嗽了一声，才压下了会议室里的议论声音。我会下达这个命令，也是事出有因的。就在3天前，也就是你们都在外地的时候，一名国安1组成员被人设计，泄露了我们这次的行动。窃取情报的人员已经被总参确认为是我们的老对手。你说什么？我身边的高亮忽然瞪大了眼睛问道：“老王，处长，你是说基金会的人来了？”王军看了他一眼，嗯了一声，又补充道：“而且来的人还是一个潘多拉特工。”听到王军的话，高亮的眼睛顿时瞪得更圆了，四周的其他人也都是一副吓了一跳的表情。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就能够感觉到那个什么基金会和潘多拉特工恐怕不一般。看高亮现在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似乎也没有心思告诉我基金会和潘多拉特工到底是什么。我只能向身边同样有些紧张的林千怡问道：“林姐，基金会是什么东西啊？还有那个潘多拉特工是干什么的呀？”我的疑问让王军听到了，他转过头看着我，不等林千怡开口，便替我解释道：“四九，你来我们局里没有多久，不知道也正常。仔细听好了，因为日后你恐怕会有不少机会和他们打交道。这个世界上的神秘事件不止在我们国家有，在海外，在其他国家，每时每刻也同样都有人类无法理解的事件发生。在国内呢，这种事件由我们749局负责，而在海外负责此类事件的机构中，最庞大的组织机构，那就要数基金会了。”我惊讶地张大了嘴，过了半晌才回过神来。基金会？王处长，你说这基金会其实就等于是外国的749局了。你这么理解也没有错，但和我们相比呢，基金会更像是一个跨国组织。我们749局背后站着的是我们的祖国，而基金会的背后站着的则不只是区区一个国家，而是掌控了世界命脉的那个组织——共济会。当我听到王军嘴里冒出的那个组织的名字后，我不禁惊讶道：“共济会？我会如此惊讶，是因为就算是我，也曾经听过共济会的大名。我记得我还在拍卖行做小保安的时候，我和江开他们经常会在夜晚无聊的时候开上一场茶话会，会谈的内容自然都是一些地摊文字上常见的内容，比如说某某秘闻了，什么什么背后的故事了之类的。而在与国外有关的内容中，我最常听到的内容就是关于
共济会的故事。传闻中，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组织，影响力也极大，甚至有很多人认为，现今世界上的几个发达国家的背后，其实都已经被共济会给暗中控制住了。事实上，灯塔国的绝大部分总统便是共济会的成员。在我听到的那些故事中，共济会几乎无所不能，也是很多罪恶计划的起源，包括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上的几次金融危机，都被认为是共济会的手笔。根据王军的解释，所谓的基金会便是一个由共济会建立的半军事组织。该组织的目的和我们749局一样，专门负责收容世界上的异常现象、事件、个体等等。而且由于共济会的关系，基金会已经得到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授权和委托，可以不受各个国家司法管辖权的干扰，在大半个世界中开展他们的收容工作。不过和我们749局不同，基金会收容那些神秘物体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保护人类社会远离这些神秘物体的危险，恰恰相反，他们进行收容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对这些神秘物体进行研究，从而获得让共济会更加强大的力量。为了得到神秘物体，基金会往往会不择一切手段，即使引发战争、人道主义灾难，他们都会在所不惜。说到这里，王军突然问我，你知道美苏冷战吗？我点点头。不知王军为什么突然把话题转到了冷战上面。只听王军继续说，那你觉得美苏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冷战？真的仅仅是因为主义之间的不同，就能让两个曾经携手共同对抗德国的国家一下子翻了脸？看得我一脸茫然，王军最后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这两个国家之间翻脸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基金会在幕后捣的鬼。什么？我大吃一惊，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也会和基金会有关呢？一切还不都是收容物引起的？王军说的收容物其实就是指我们749局对那些被收容的引发神秘现象的物体和生物的统称。他告诉我，其实严格说起来，这个称呼也是我们从基金会那儿学来的。王军告诉我，就像他前面说的，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749局之外，还有其他类似对收容物进行研究搜集的组织。而除了基金会之外，那时候的纳粹德国里也同样有一个类似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研究成果在二战末期因为苏联的反击而全部落入了苏联人的手中。因此在战后，控制基金会的共济会便以美国的名义要求苏联分享他们搜集到的收容物，允许基金会里的科学家对那些收容物进行研究。那时候的苏联对于收容物还没有成立专门的应对机构，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没看出这些收容物的价值。事实上，从德国搜缴到的收容物和研究资料中，苏联人已经大致理解了收容物这种不符合科学的存在，并且从中看到了收容物在军事运用上的无限潜力。因此，对于基金会的要求，苏联予以了拒绝，反而自己建立了一个收容物研究所，独自开始对收容物进行搜集与研究工作。他们的态度直接惹恼了基金会，最终导致了冷战的爆发。但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他们手里的收容物大部分还是落到了基金会手上。除了向苏联索要收容物之外，基金会的脚步还曾经深入了我国境内。而当我们察觉到这个组织的存在之后，为了避免这些收容物落入外国之手，当时的首长便批准成立了我们749局。因此你可以这么认为，要不是有基金会的存在，我们749局也不可能出现。按照王军的说法，在苏联解体之后，基金会的下一个目标就转移到了我们头上。虽然我们的国家对收容物的收容不过才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但因为我们地大物博，在国土上发生的神秘事件数量也是着实不少，让基金会很是眼馋。
70年代尼克松访华时，我们曾经为了拉拢美国，主动交出了一批收容物的研究数据，从而促使了日后的两国关系改善。但在这之后，基金会的胃口就越来越大，不但要求我们交出所有的收容物，甚至还提出了解散749局，让基金会进入中国，建立中国分会的条件。这个条件虽然被当时的首长回绝了，但是贼心不死的基金会却开始暗中进行了另一项计划，那就是试图让749局曝光在世人面前，从而利用舆论的力量解散749局。就是因为这次事件，最后才导致了我们749局进行改组，总部也从京城转移到了东海。不过也因为这样，我们国家算是彻底和基金会翻了脸，断绝了和基金会的一切来往。不过在那之后，基金会却一直没有对我们手里的那些收容物死心。双方之间明面上的争斗虽然少了，但是暗地里，基金会一直在利用各国的情报人员刺探我们749局的情报，并且还时刻不停地试图利用黑客手段攻击我们位于东海的情报中心，找到我们的内部资料，尤其是存放收容物的保管处总部的具体位置。王军的话让我听的是一愣一愣的，因为我一直以来其实都只是把749局的工作当成了和警察公安差不多的工作，可谁能想到，在表面背后，我们的工作竟然还有来自外部敌人的威胁。我忽然想到了当初我进749局时，第一次去情报中心参观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情报中心曾经遭到过一次黑客攻击，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林千怡就曾经在和情报处处长吴天的谈话中提到过基金会这3个字。原来那一次我遇到的黑客攻击，就是基金会对我们749局资料数据的一次攻击行动。王处长，那你前面说的潘多拉特工又和基金会是什么关系啊？我听到这儿忽然反应过来，基金会下属有许多支行动部队，他们的任务和我们调查处类似，就是在世界各地调查涉及到神秘现象的情报。而在这些行动部队中，有一支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那就是代号潘多拉的特殊行动部队。因为这支部队里的特工都是我们所说的能力者。根据749局现今为止搜集到的情报，潘多拉特工原本就是被基金会收容的特殊能力者。在针对他们的能力进行研究之后，基金会会对其中一部分人进行威逼利诱，邀请他们加入到基金会中，通过与他们的合作来换取自由。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人的情况更加特殊，那就是在潘多拉部队中，有一部分能力者并不是天生的能力者，他们其实是基金会在研究收容物时进行人体试验的副产品。比起那些天生的能力者，这些人造的能力者寿命更短暂，情绪更加不稳定，往往会被基金会派到危险地区执行类似自杀式的特殊任务。能力者竟然可以人造。我本来并不是很相信王军的话，但后来又想到了不久前我们在香港遇到的唐仔，他的能力不就是后天得到的吗？这么一想，我才对王军的话有些相信了起来。这时候在一旁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的高亮插嘴道：老王啊，你已经解释的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唐三藏的情报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稍等一下。王军回了一句之后，先示意我们所有人各自找位子坐下，随后便打开了会议厅里的电视机。上次搬到会议厅里的电视机一直没有搬走，还放在了这里。不过这一次王军并不是让我们看新闻，而是播放了一段监控的视频给我们看。电视机里出现的是一家小饭店的内部景象，而从这段视频的拍摄角度来看，似乎王军放给我们看的就是这家小饭店里的监控视频。在视频开始播放的同时，王军站在电视机旁对我们所有人解释道：根据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消息，大约2周之前，一名国安中层突然叛逃，同时他还向境外组织泄露了寻佛行动的存在，从而引起了国外间谍组织的注意。在这些组织中，很不幸也包括了基金会。
为了调查寻佛行动的目的，基金会派遣了一名潘多拉特工进入了我国，并且在3天前的中午，利用自己的能力偷取了我们这次行动的情报。而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名潘多拉特工窃取情报时附近的监控拍摄到的画面。在王军说到这儿的同时，电视机上的画面镜头锁定在了饭店里的2张饭桌上，其中一张饭桌旁坐着一个穿西装的年轻男子，他在镜头下点了几个菜，随后便拿起了一本杂志看了起来。王军的声音这时候响起，画面中出现的就是这次被人窃取了情报的国安成员文海，他同时也是我们寻佛调查小队1组的成员。文海因为上级命令，在1组解散之后便返回了国安，现在的工作是作为国安内部的审查小组的成员，试图找出他们领导怀疑的那只给唐三藏泄露了情报的大硕鼠。这时候，这个叫文海的国安成员点的菜上桌了，3菜1汤，似乎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顿中饭。见到菜都上齐了，画面中的文海立刻放下了杂志，开始大吃起来。王军正准备继续说明的时候，一名调查处的人举起了手问道：“王处长，国安不是有内部食堂吗？为什么这个文海会到外面的小饭店里吃中饭？”这个问题很简单，文海嫌弃内部食堂的东西不好吃，因此他每天的中饭都是自己在外面解决的。画面中的这家饭店就是文海最常去的一家饭店。在王军解释这个问题的同时，画面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2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走进了饭馆里。这2个外国人穿着休闲，背着大背包，像极了传闻中国外流行的背包客。而王军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我们这些观众警惕了起来。都注意看好了，现在出现在画面上的这2个外国人就是这次窃取我们情报的基金会特工。老王，哪个是你说的潘多拉特工啊？高亮皱着眉头问道。王军暂停了画面，指着画面中正站在文海左后方的一个外国男子，对我们说道：“就是他，我已经和吴天他们确认过了档案，这个男人就是基金会潘多拉小队的特工科普刀姆，代号 The Memory Thief， 记忆偷盗者，大约1.7米左右的身高，略微有些发福的身材，还有那带着点雀斑的胖脸。除了金发碧眼这个特征之外，画面中那个被王军指认为潘多拉特工代号记忆偷盗者的外国男子，看起来实在是难以让人把他和特工联系在一起。外国的特工难道不都是应该长得像007一样吗？和这个科布刀姆比起来，他身边另外一个外国男人倒更符合我对外国特工的印象，鹰钩鼻，超过1.85米的身高，还有那一身就算在监控画面里都很醒目的腱子肉。录像中，2个外国男人在进入了饭店之后，视线立刻就转向了正在吃饭的文海，看了几秒钟之后便走向了饭店的收银台。2个人嘴里还在说些什么，他们先是要了2瓶瓶装可乐，随后便站在前台朝墙壁看去，似乎是准备点下菜的样子。在2个外国人进入饭店的同时，文海似乎也注意到了他们，只见他停下了手中的筷子，朝着他们盯了几秒钟，见他们并没有朝自己走过来的时候，便低头继续吃起饭来。不过文海却没有注意到，在他吃饭的时候，那2个外国人却一直在时不时地回头看向他。就在文海舀了一勺面前的菜汤，喝了一口之后，我们忽然看到那个科布刀姆开始向文海走了过去。与此同时，他的手里还抽出了一根细长的东西。我仔细看了几秒钟，才发现那原来是可乐瓶里的吸管。科布刀姆就这样若无其事地从文海身旁走过。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在收银台前的外国男人却忽然松开了自己的手，任凭可乐瓶落在了地上，玻璃瓶子落在水泥地板上，立刻摔成了粉碎。当时饭店里一定传出了很大的声响，因为镜头里的文海似乎也被吓了一大跳，猛地回头朝那个外国人看去。几乎就在他转头的时候，那个有些发福的科布刀姆
却用和他身材完全不一样的敏捷身手将吸管插进了文海面前的菜汤里，随即低头猛吸了一口。那个外国胖子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整个过程只有不到短短2秒时间，以至于文海对此竟然一无所知，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刚刚喝过的菜汤竟然被一个老外偷喝了一口。而在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骚动之后，那2个外国人似乎也放弃了继续吃饭的念头，在镜头中对着店员说了几句话之后便离开了饭店。视频到此就中断了。王军用遥控器按了几下，电视机上的画面一下子又跳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次出现在画面中的是一条大马路，在马路的边缘同样有一个饭店。而在视频播放几秒之后，上一段视频里出现的那2个基金会特工便从饭店里走了出来。原来现在播放的就是文海刚才吃饭的饭店外面马路上的监控视频。只见画面里的这2个外国特工在离开饭店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其中那个被王军称为记忆偷盗者的科布刀姆在离开饭店之后没有多久便蹲在了人行道上，而他身边的另外一个人则紧张地站在他身边，四处观察着周围来往的行人。科布刀姆大约在人行道上蹲了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之后便又站了起来，2个人很快便离开了监控摄像机的镜头范围，而视频也到此在此结束。而这个时候王军却说出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好了，你们刚才看到的便是唐三藏的情报被窃走的整个过程。啊！我忍不住站了起来，举手问道：王处长，你是不是少放了几段内容啊？你说的被偷走的情报呢？我刚才只看到文海在吃饭啊，然后那个外国人偷喝了他的一口汤啊，哪里有什么情报被偷走了呀？你没看错。王军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被偷走的情报其实就在文海的脑袋里。我不是说了吗？那个潘多拉特工的代号叫记忆偷盗者，而他偷走的就是文海脑袋里他所知道的关于唐三藏的所有情报。王军的一句话让会议厅里的所有人都惊住了。王军看到我们的反应，很快又继续解释道：我之前已经和你们说过了，基金会的潘多拉特工都是能力者，而我们这次遇到的科布刀姆就是他们的一员。从他的代号中，我想你们应该也猜到了，他的能力和记忆有关。而科布刀姆使用他能力的方式，便是摄取目标人物所接触过的液体，无论是汤、茶、饮料，甚至是目标人物用过的洗澡水，只要科布刀姆喝上一口，就能够和目标人物建立一种特殊的精神联系，夺取他的记忆。一边解释着，王军一边又将视频回放了一遍，将画面停在了科布刀姆半蹲在马路上的时刻上。现在你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奇怪举动，是科布刀姆在搜索文海脑中的记忆。在摄入目标接触过的液体之后，科布刀姆必须立刻在10分钟之内发挥他的能力，而且在使用能力时不能距离目标超出50米以上的距离，这是我们目前打探出的关于他能力的唯一限制。但凡是受到科布刀姆能力影响被窃走记忆的目标对象，也会在记忆成功被盗取之后陷入短暂昏迷，并且在苏醒之后完全遗忘掉被窃取的记忆。而就在视频里的2个外国人离开之后，正在吃饭的文海也忽然在饭桌上陷入了昏迷，并且在苏醒之后失去了与唐三藏相关的全部记忆。正是根据这一点，再加上对饭店监控录像的调查，我们才最终确认了盗取文海记忆的2个外国人之一就是基金会的潘多拉特工科布刀姆。说完这些，王军关上了电视机，随后又从怀里抽出了一张红头文件，开始说道：同志们，下面我要来宣读来自上级首长的直接命令。大家立刻从位子上站了起来，齐刷刷地看着他，然后他开始念手上的文件。鉴于目前已确认有国外间谍窃取巡佛行动调查小组情报，出于安全考量，现要求调查小队全体成员进入1级戒备状态。在得到进一步通知前，
凡参与过调查行动的小队成员，禁止一切外出活动，寻佛行动暂时终止。此命令对已经离开调查行动的国安以及总参人员同样有效。会议厅里除了王军的声音外，一片死寂。谁都知道这下子事情闹大了。上级临时软禁我们的理由已经很明显，在眼下外界有一个能偷窃记忆的能力者四处游荡的时候，我们这些知道寻佛行动内情的人，全都有可能成为那个记忆大盗的下一个目标。念完了文件，王军看着大家，用安慰的口吻说：“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吧？上级让你们不要离开基地，也是为了你们好啊。现在总参和国安已经派没有参加过调查行动的人去追查可布刀姆他们这些基金会特工的下落了。在找到他们之前，为了你们的安全，为了国家的秘密，你们就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基地里。我希望这段时间所有人都要以大局为重，不要给我再惹出什么幺蛾子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